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4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发布公告，裁定前总统特朗普在科罗拉多州和缅因州具备初选资格。特朗普对裁决表示欢迎，称这是美国的大胜利。随着3月5号美国大选初选周期中关键的超级星期二即将到来，美国媒体普遍预测，特朗普将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党内候选人提名。当地时间4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禁止前总统特朗普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该州初选的裁决。同日，缅因州最高选举官员正式恢复了特朗普在该州的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党内初选资格。So today's decision indicated that the states cannot interpret Section 3 of the 14th Amendment with regards to federal candidates. That means that Mr. Trump's votes will be counted tomorrow. 特朗普当天对这一裁决表示欢迎，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称这是美国的大胜利。You cannot take somebody out of a race. The voters can take the person out of the race very quickly, but a court shouldn't be doing that, and the Supreme Court saw that. 2023年12月，科罗拉多州及缅因州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因参与国会山骚乱被取消在该州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党内初选资格。特朗普方面对此表示反对，并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随着3月5号美国大选初选超级星期二的到来，美国媒体普遍预测，特朗普将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党内候选人提名。当地时间3号晚，华盛顿特区共和党党内初选，特朗普首次失利，结果显示黑利获胜，赢得该区域所有19张代表票。美媒称，这是黑利在与特朗普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中的首次胜利，对他来说十分鼓舞人心。Finally notching her first 2024 win with a victory in Washington, D.C., Nikki Haley continues crisscrossing the country, hoping to spark a bit of momentum in a Republican primary race that looks all but over. We had 14 people in the race. I defeated a dozen of the fellas. I just have one more fella I gotta catch up to. 共和党党内初选开启以来，特朗普一路高歌猛进，陆续赢下了艾奥瓦州、新罕布什尔州、内华达州、南卡罗来纳州、密歇根州、密苏里州和爱达荷州这7个州。美媒指出，华盛顿特区是全美民主党人最多辖区之一。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以92%的超高得票率赢得了该选区，因而特朗普在当地并不受欢迎，本身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对于黑利的首胜，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嘲讽道：“我故意避开华盛顿特区投票，因为那里是沼泽，代表人数很少，没有好处。”虽然黑利在党内初选中整体大幅落后于特朗普，但按照美联社说法，即便黑利一直输下去，部分共和党人也会鼓励他坚持参选，可能持续至7月中旬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举行。这样做旨在应对特朗普因其所受刑事指控遭定罪或陷入另一重大丑闻的情形出现。黑利本人也强调将坚守到最后一刻。Americans want a voice, and we're giving them that voice. And as long as Americans want me to be that voice, I will continue to fight for them. 通常情况下，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初选中，大约1/3选举人票的归属将在超级星期二决定，将有大约15个州和一个美属领地进行总统选举党内初选。如果能在超级星期二取得较大优势，基本就能锁定最后提名，而失败的参选者几乎没有机会挽回败局。媒体统计，截至3月2号，黑利只获得了24张代表票，而特朗普已经拿下244张代表票。按照规则，候选人最终需要拿到1215张代表票，才能成为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美媒由此分析称，尽管黑利3号凭借华盛顿特区初选打败了此前0胜的尴尬记录，暂时中断了特朗普的连胜势头，但其眼下整体选情并不乐观，大概率仍无法扭转特朗普在超级星期二中无限接近锁定最终胜局的趋势。另一边，特朗普也不忘持续挖苦打击老对手拜登。2月29号，特朗普和拜登几乎前后脚到访位于德克萨斯州的美墨边境。特朗普在对公众发言时，再一次对拜登展开抨击。He's a terrible president, the worst president our country's ever had, probably the most incompetent president we've ever had.
此前，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发表演讲期间，再次上演拿手的拜登模仿秀，讽刺其年老糊涂状态。Thank you. Where am I? Thank you. And then he goes, and he points. You ever notice? And it's always he ends up go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ultimately. But he goes, and then资料显示，现年81岁的拜登是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在任总统。如果其成功连任，在第二任期结束时将年满86岁。当地时间2月28号，美国白宫公布总统拜登的体检结果显示，他是一位健康、活跃、强健的81岁男性，仍适合履行职责。但拜登屡次在公开场合犯糊涂的表现，仍成为外界诟病、质疑其是否有能力连任的重要因素。尽管拜登在争取连任的道路上面临许多障碍，但钱这方面完全不需要操心。彭博社近日透露，支持拜登的团体承诺出资超过7亿美元，帮助他击败对手特朗普。除此之外，2月份拜登竞选团队已经获得1.3亿美元资金。相比之下，特朗普的财务状况开始出现裂痕，其竞选团队花费资金已经超过1月筹集的资金额。联盟政治行动委员会也已为其诉讼案花费数百万美元，这些钱本来可以投入到竞选之中。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筹款活动也落后于民主党。然而，无论谁拔得头筹，美国民众似乎都并不买账。美国马萨诸塞大学今年2月发起的民调显示，60%的美国人认为，假如在2024年总统大选上演拜登和特朗普的再次对决，对美国而言不是好消息。